这个灵胎来的奇怪，不过数日，竟已临产。也许这胎得到了昆仑虚的真气，得到了金莲花的庇佑。不错，墨渊并非是寻常的仙，他是父神的嫡子，也是父神唯一留下的血脉。能够得到他日夜培养的金莲庇护，此子必将不凡。 娘娘都生了7日了，素锦好怕。素锦不怕。啊。天君，殿下是个皇子，是个小皇子啊！ 恭喜天君，恭喜殿下！可是祥瑞之兆。 夫君，这是墨渊上神降生时才有的景象啊！无量善德，我天族终于又迎来了一位储君。本君即日就为他赐名夜华。恭喜天君，喜得储君。 素锦啊，他比你小了整整2万岁，日后你要好好照顾他，知道吗？是，乐西娘娘。乖。二殿下，二叔，太子殿下，这几日天君可回天宫了？听说今日就回来了。三叔，你找我有事啊？这几日的奏折，说的都是凡间中如国的祸事。不知三叔对赤炎金泥兽可有了解？啊？赤炎金泥兽本是擎苍的坐骑，7万年前擎苍被封入东皇中之后，他就消失无踪。直到近日才被发现，在东荒峻极山下的中荣国。此兽凶猛好斗，肆虐无忌，不但害得中荣国10年大旱，还掳走了中荣国的皇后。国君羞怒之下，就抹了脖子。这么惨，然后呢？
这位国君，本是东华帝君座下的一位小仙官。死了之后回到天宫，就将金泥兽的恶行一层一层的告了上来。你找我就为了这事啊？从你5万岁起，这天宫的奏折就是你在批，也没见过你和我多说一句。你今天晚上是怎么了？今日我见到了二叔。二哥回来了？这么快？父君不是让他在青丘至少住3个月，和那青丘白浅多聊聊天，培养培养夫妻感情吗？二叔和青丘白浅如何，我不清楚。我只知道，他回来的时候带了一条小芭蛇。小芭蛇？是位姑娘。真是位姑娘？坏了！君上。小仙就不懂了，就算是位姑娘又如何？这2殿下宫中又不是没有女眷。青丘白浅在7万年前曾收留过一条小芭蛇，就是位姑娘。君上的意思是，2殿下把未婚妻的婢女给偷偷带回来了？君上是想让3殿下早出谋策。这青丘白浅还真是位奇女子。这君上的师兄灵宝天尊赐给他的破云扇，他也能随手给人那条小芭蛇。这件事早就在4海8荒之内传遍了。都下去吧。是是。没想到，竟然还有凡人敢来这东荒俊旗山！玉清昆仑山，7万年前，7万年前，我要你们全部陪葬！不可能！方才草屋里分明就是个凡人，而且与他的性别不同，可为何会有玉清昆仑山？赤炎金泥兽，你是何人？天族太子夜华。这山上怎么会有红色的闪电？我躲了你们天族7万年，你们为何要如此赶尽杀绝？因果自有报应。
这金尼兽的红莲业火果然厉害，竟无法恢复人身。先在此处休息几日。你醒啦？给，我屋里有只猫，希望你们能好好相处。好吃吗？你怎么会在这里啊？小黑蛇，跟我走吧。这是何处？是他。梦境中，他是个男儿身，为何如今是个女人模样？你醒啦？你知道吗？你是我认识的蛇里面长得最俊俏的。你看，你头上还长了角，这手感滑滑的，真好。本君看起来很像蛇吗？你知道吗？在山洞里看到你的时候，以为你在冬眠呢。后来我想，现在不是9月份吗？还不到蛇冬眠的时候，就想你是不是受伤了，带你回来休养。金尼兽法力最高，却伤不了我的。你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吗？为什么这里除了飞禽走兽以外，都见不到与我一般的人呢？此处是东荒郡极山，金尼兽霸占此山实在有余，自然没人敢上来狩猎。我跟你说，我呢就只有这间草屋，我看你也是无家可归，不如你留下来，我来照料你可好？本君只要3日就能恢复人身，重返天宫，何须你来养？不对，我不应该同你商量的。我既把你捡回来了，你就应该留下来陪我。不过若你想要走呢，我也不拦你，但你不能再有其他主人了，好吗？主人？好了，我呢也没有打到什么东西，只有这些果子，你就吃这个果子吧。这扇子，莫非是玉清昆仑扇？一个凡人，怎么会有昆仑虚的法器？我捡你的时候，怎么没发现你受伤了呢？那些鸟被我捡回来的时候，也是用的这种草药，不出10日便可以好了。你忍一忍吧，很快就好了啊。你这是东荒特有的腐草，有去除腐烂之肉的功效，要配上再生功效的浆果汁才有用。如今你单独用这个，除了将我身上的伤口加深，并没有什么好处。好啦，我对你好吧？蛇是喜欢吃生肉的吧？蛇是喜欢吃生肉的，但我不喜欢吃。快点吃吧，会饿的。肉要煮熟了才能吃。你饿了我会心疼的。放肆！还不吃吗？你不吃，是不是想让我再亲你啊？不必，我吃就是了。
此处的蛇真是聪明，还知道挑拣自己爱吃的东西。幸好那日把你带回来了，你比那些鸟啊还有猫都聪明多了。不如你跟我一起去集市上换些东西，可好？我在此处已经3日，该与你告辞了。虽然你将我身上的伤又加深了些，但心是好的。多谢3日款待，就此告辞。那我们说走就走吧。难道你看不出来就要下雨了吗？快要下雨了，先找个地方躲躲吧。你怎么从山下一路睡到现在啊？哎，现在才9月，你就已经冬眠了吗？喂，你都睡了7、8天了，还不醒过来？嗯，这还没到冬天呢，你怎么就冬眠了呀？你醒啦？我还以为你要睡到明年春天了呢。你看这床被子好看吗？我就等着你醒过来给你看呢。太鲜艳了。我跟你说，虽然鲜艳了一些，但是我就喜欢这种大红色。你看我平时穿的衣服也都是那么素净的，偶尔换一下不好吗？你虽然长得不太好看，可这穿衣品味倒也不错。比起那些女神仙的云缎彩衣，这些素衣才最好看。你的绸衫，我不在时，可是发生了什么？你知道吗？虽然现在是9月，还不是特别冷，但是我听说喂，蛇之所以你不要再拖了，就是因为你一个未出阁的姑娘，在我面前宽衣解带，成何体统？好心的姑娘给了我这床被子，我们一起盖上就不冷了。来，这样就不冷了，睡吧。玉清昆仑扇是个厉害的法器，你一个凡人既然无法用，丢了也好，免得浑水暴露招惹太多。数千年月，只为花开那一面。就算来来回回错过又擦肩，你的喜悲有了我全都遇见。3000繁华，只为你一人留恋。当初我就是在这儿捡到你。捡到你的时候，你奄奄一息，抱你回去你都没醒，以为自己捡了条死蛇呢。我在此处养伤，原本睡3日也就痊愈了，没想到被你抱走，涂了腐肉草，至今伤口都没长好。
不过跟你说这些，你也听不懂。这里你想走便走吧。不过你要是真的走了，连陪我说话的人都没有了。小翠鸟，小翠鸟，你受伤啦？你跟我之前走失的那只很像，你不介意的话，就跟我回家吧。这只鸟很可怜，我先带它回去了。对你而言，我跟这只翠鸟有什么区别吗？你一个未出阁的姑娘，却与天族太子同床共枕了3个月。我若是不娶你，怕也没人再敢碰你了。你是说你要和那个女子在一处？不错。你小子也有今天，知道女人是什么了？并不像三叔想的那样。她对我而言，就像是曾经丢了的什么东西，经历了千千万万，终于找寻到了。三叔，你可明白我说的是什么？当然明白。说了这么多，用3个字就够了。什么？动情了。与其说是动情，不如说是报恩吧。报恩？就你被赤炎金泥兽弄了那么点小伤，也值得你说报恩2个字啊？哎呀，不用不好意思啊。照你的话说，你们俩就是有缘呐。而且你在凡间和他同床共枕了几个月，虽然在天上也就几个时辰吧，不过也算是破天荒了。你往回想想，你活了几万年，多少宴席，多少女仙想与你多说一句话，你可曾给过机会？所以，若非动情，又怎么可能与他同床呢？好了，别再争了，情呢，动就动了，咱们继续说。说什么？你把三叔找来，不就是想问我，怎么样才可以让他喜欢你吗？不错。不过这凡间女子吧，我倒是没接触过。有句话说得好，自古美女爱俊郎。没有哪个妙龄女子不喜欢俏郎君的。你走到她面前一站，对她笑一个，保证她骨头都酥了。不屑用美男计啊？好，那换个别的。自古美人爱英雄，你去那山上放个妖怪，出来吓吓他，吓得他魂不守舍的时候，你就提着清明剑英姿飒爽地冲出去，把那妖怪给打死。于是你就成了他的救命恩人，他无以回报，只能以身相许喽。所以当初三叔就是以这种方式骗程昱对你以身相许的。程昱和我在3万年前就缘尽了，那是前尘往事了。还要你好好提他干嘛？继续说你的，这法子喜不喜欢？这法子行不通，三叔。前几日我在他面前现出真身，他竟然一点都不害怕。她并非一般的女子。哎，美人计你又瞧不上，英雄计又行不通。哎，那不如反过来，
用个苦肉计怎么样？三叔，喜欢这个？唯独这个还勉强能用。多谢三叔。哎，三叔提醒你一句，你给那个俊吉山做个仙帐，将它层层罩起来，避开天上的耳目，否则你一天族太子住在东荒，迟早有一天会被人发现的。三叔放心吧，我上来之前已经做好仙帐了。哎，我还没说完呢。长这么帅，选什么苦肉计啊？本来还想着快要到冬天了，给你挖一个蛇洞，让你好过冬。谁知道黑龙飞天了，我也就不用操这个心了。走吧。怎么了？你没事吧？啊！好多血！完了完了！这些草药是给翠鸟还有小黑蛇用的，也不知道人能不能用。你不要动，不要动！你刚刚流了好多血，你没事吧？姑娘不必担心，只是小伤而已。你还小伤？你一直都在流血，你在这待一下，我药马上就弄好了。你等我一下啊。我还没帮你清理伤口呢，等我一下。你方便自己脱衣服吗？不必劳烦姑娘。好了好了，我帮你吧。我帮你擦一下，有点疼，你忍着点儿。疼吗？
去帮你换一盆水吧。莫非我做的太过分了？他怎么哭成这样？我去给你请个大夫好吗？我还是帮你去找个大夫吧。这些药只能用来医小动物。我看你这伤口这么深，我怕你的伤好了。伤竟全好了？怎么可能呢？可是刚刚……素闻东荒俊极山有奇草，是疗伤圣药。莫非姑娘给我用的就是这奇草？我草药是随便采来的，我也不知道它是不是奇草。那，你可还有内伤？姑娘说的对，内伤很重。为何会伤得如此重？是有仇家寻仇吗？路遇妖怪，就颤抖了一番。妖怪？这里有妖怪吗？姑娘不知这山上有很多妖怪。我在此住了数月，从未见过什么妖怪。那妖……你这么难受，还是别说话了，先躺下吧。也好，多谢姑娘。我去帮你弄点吃的。好。我在山下用一筐枇杷，只换了很少的米，也没什么菜。辛苦姑娘了。来。好。看你这样子，还是我喂你吃吧。不敢劳烦姑娘。没事儿，反正我平时也经常照看一些受伤的飞禽走兽，不麻烦的。姑娘果然心善。这山上只有我一个人在居住，镇子又远，与其说是收留他们，不如说是让他们陪我。否则只有我一个人，实在是太孤单了。我看你伤得这么重，不如你先留在这休养吧。反正我换的米应该够你吃上几日。多谢姑娘。你的呢？我今天煮的粥好像不够多，你要是没吃饱的话，我再去帮你找些果子来吧。姑娘，姑娘是在下的救命恩人，可否告诉我你的名字？我没有名字。没有名字？我既无名字，也无家人，就自己一个人住在这山上，也没有朋友。既然如此，我送你一个可好？你送我？姑娘穿得如此素雅，素素两字，与你很配。素素，素素，好，那我就叫素素。谢谢你送我名字，我去帮你找果子吃。姑娘，不想知道我的名字吗？哦，我倒是忘记问了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夜华。
夜华是哪2个字啊？哎，你能写给我看吗？我知道了。入夜间微凉，繁花落地成霜。你在远方眺望，耗尽所有目光，不思量，自难相忘。遥遥桃花凉，前世你怎设想？这一海情茫茫。骸骨做不痛不痒不坚强，都是假象。凉凉月色为你思念成行，化作春泥呵护着我。浅浅岁月覆满爱人袖。翩翩芳菲如水流，茫茫天与年月一生花色，落入凡尘伤情着我。人间一度情劫难料，折旧的心还有几分前生的恨，还有几分前生的恨。怎么了？哎，我是不是碰到你的伤口了？无妨。那就好，快走。出什么事了？我就是想烧点东西给你吃。你烧点东西会有如此浓烟？一向都是这样的呀。我来这里之前，你是如何生活的？因为我吃东西并不挑剔，饿了就找些果子吃，万一能猎到一些小兽的话，就把它们烤熟了吃。幸好你还知道要烤熟，不能吃生肉。我不能吃生肉的，一吃就会肚子疼。但是我以前养过一条小黑蛇，它就很喜欢吃生肉，每天都要吃好多，很是难养。很难养吗？你没养过蛇吧？自然不知道养蛇的艰辛。我那条小黑蛇十分的娇气，它每天都要跟我一起睡，而且我为了怕它冷，还帮它要来一床棉被呢。素素，你可知道蛇不需要睡床，也不需要盖棉被的？真的吗？真的。那可能是我那条蛇与众不同吧，所以后来它真的变成一条大黑龙了。大概有茅草屋那么大，然后飞走了，就再也没回来。好了，不与你说那负心蛇了。屋子里应该还有一些果子你可以吃的，我去帮你采一些草药回来。
素素，你怎么来了？你受了这么重的伤，还走了这么远的路，你没事吗？我没事。我见你迟迟不归，我就来寻你了。我是迷路了。迷路了？我上次进来这林子，足足走了7、8日才走出去。7、8日？能迷路迷成这样，也算是本事了。我知道你想笑话我，没关系，你不用忍着，你笑吧。我对不聪明的人，一向是很宽容的。你本就受了伤，又走了这么远的路，怕是没力气再走回去了吧？本来呢，我只想给你采点草药就回去的，结果自己反倒是迷了路。我这种人，看来只适合养养小动物。难怪我那只小黑龙，它走了以后，都没再回来看过我。它应该是很嫌弃我吧？你很想他？或许他是不得不离开的。龙是上古神族，出现在凡间，大多是为了降妖伏魔。也因为他是神族，并不能长久留在凡间，否则会影响凡人的命数，惹出麻烦。是吗？啊，我想起来了，上次我的小黑龙飞走的时候，城中的百姓好像确实说，他降服了赤焰金泥兽。对，金泥兽。你怎么知道？看来咱们今夜怕是要在此处住上一晚了。你弄个火堆，我给你讲讲。好，你等我。你继续说吧。累不累？不累。你讲的故事呢，是没有茶楼的人讲的动听，但是至少没有人说过。这赤焰金泥兽在10年前来到了东荒聚集山，便令此山下的中荣国10年大旱，千年焦土，举国子民颠沛流离。真的这么厉害吗？到了第10个年头上，这金泥兽越发猖狂，竟看上了国君的妻，并将她掳回了洞中。然后呢？染指了。哦，你看你这个人，我都还没不好意思，你怎么就脸红了？那你就继续说吧，把故事说完。然后这金泥兽就被你养的那条小黑龙给降服了。然后呢？然后，那黑龙虽然打败了金泥兽，却也受了点小伤。然后，就遇到了你。嗯。
我来，我来。本来米就不多，又浪费了。没关系，待我伤好了，我想办法去弄些吃的。嗯，你再不养好伤，我就要陪你一起饿死了。睡在床上，你睡到半夜都会自己爬上来。我身受重伤，自然拦不住你。那也是我要抱着你的。不错。不要动。我有碰到你的伤口吗？你睡着了？这是最后一点米了。夜华，说吧。是这样的，你看我自己住在这山上，没有问题，养一些小动物还可以，但养活你一个大活人，真的有点困难。这些米是我用摘了半个月的果子换来的，没几日就吃干净了。现在家里真的没有粮食了。没有存粮的确是个问题。如今已是深秋，过冬会是个难题。不是过冬的问题。那是什么？我看你身上的伤也好得差不多了，是不是也该离开了？你要我离开？我不是赶你走的意思，只是我虽然救了你，但我养活不了你。你救了我，我自然应该留下来报答你。不用报答，我救你的时候也没想着你要怎么报答我。你想不想与我做不做是两回事。我不是个忘恩负义的人，不管你收还是不收，这个恩我是必须要报的。可是我真的什么都不缺。
你可以慢慢的想。你若真的要报答我，不如以身相许。因为我在这山上生活，什么都不缺，就是没有人陪伴，太寂寞了。所以，你若真的要报恩，不如就以身相许，来给我做个伴。当然，若你不答应，也是理所应当的。毕竟我只是救你回来，也没做什么，算不得多大的恩。好。好。我答应你。以身相许。我本以为你会考虑个2、3日，你这么快答应，什么都没准备呢？准备什么？你既答应以身相许，那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对着东荒大泽拜个天地，发个誓言，结为夫妻，不能相弃？虽然我没有父母，但若连这一步都省了，是不是不太好？你要成亲？我想成亲。我从未与人拜过天地。我也是。那我们一切从简吧，形式并不重要。一切从简。那我们接下来做什么？买东西。买东西？这屋里除了你那大红喜被之外，我们还得添些其他的物件。那不是喜被。看一看，都需要什么？光天化日的，我是玉皇大帝的女眷。失心疯了吧？走吧。失心疯了，上来啊！看那个人，新鲜的水果。疯了吧？怎么了这是？哎，我说，别看了，别看了。哎，你们知道那个道士为什么疯吗？为什么呀？我跟你讲，这道士他有老婆啊。早年走散了，前几日忽然回来了，而且还带了一个孩子。他刚带孩子去认过祖宗。哎呦，这个时候啊，这孩子的亲生父亲过来了，找到了这个老道士，一顿棒揍，把孩子带走了，还把他这辈子攒下来的银票、禁书都给偷走了。这下那可真是失心疯了。哎呦，不过几日没见，唱得比戏里还精彩。怎么？你认识那道士？是个恶人。得罪过你？他曾为难过我2次，看起来已经是遭了报应了，就不必再提了。你还有什么要买的吗？你还需要添置什么吗？你已经把你唯一的玉佩都卖了，只换了这么点东西，难道还要把你这把铁剑也卖了吗？小二，聚水。好嘞。我让你跟我成亲，又不是让你给我添置什么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夜华，我只有那间草屋，你就跟我成亲了？你真的不是骗婚的吗？让我以身相许的人可是你，后悔了？放心吧，我不嫌弃你。不过
你就这么跟我成亲了？你怎么跟家里人交代啊？还是他们也不在了？日后的事，日后再说吧。看看吧，来点这个。好。还有这个。好嘞。姑娘，拿好。便宜又新鲜的茶。阿姨。这衣服这么好看，只穿1日，岂不白白浪费了？你若是喜欢，穿上1整年也无人管你。夜华，若你跟我相处时间长了，发现我们性子不合适该怎么办？我们现在这样，会不会太仓促了？你也没带我见过你的父母，如果你的父母知道你在外面擅自娶妻了，可会不高兴呢？还有，我忘记问你，你是否有婚约在身？在镇上，我看到像你这般年纪的男子，都已经娶妻生子了。你是否有婚约？素素，我家中的情况很复杂，实在一言难尽。不过你只要记住，从今天起，你就是我的妻。我既娶了你，就不会负你。好，我信你。这个要你夫君亲自写给的。我不知道说什么。我说什么，你就跟着我说什么。我觉得有点心慌。没事儿，不就是拜天地吗？好了，来吧。我夜华在这东荒大泽，请四海八荒诸神见证，自今日起，与素素结为夫妻，生生世世倾心相待，无论祸福，永不相弃。我素素今日在这东荒大泽，请四海八荒诸神见证，与夜华结为夫妻，生生世世倾心相待，无论祸福，永不相弃。
我们既已成了亲，有些话我便要说在前面。你说，我们既已对东荒大泽立了誓，是生生世世要成为夫妻的，你便生生世世不能对不起我。我这个人一向爱恨分明，眼里容不得沙子。你若负了我，你便如何？你若负了我，那些誓言便不算数了。我会弃了你，永不相见。我若负了你，你便弃我，那岂不是正好成全了我吗？我并未与你玩笑。素素，闭上眼睛。遇见你的眉眼，如清风明月，在似曾相识的凡世间。我绝不负你。流连如时光。